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诱饵效应研究。这项成果来自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团队，他们利用高分辨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，记录参与者观察彩票选项时的大脑活动，通过表征相似性分析构建神经表征空间，成功预测了群体决策中的非理性偏好偏移。传统经济模型只依赖金额与概率两个属性，而神经模型能捕获隐含的感知与价值维度，这为解读人类选择背后的神经机制开辟了新路。诱饵效应清楚揭示了人类决策中的非理性倾向。无诱饵时，两个势均力敌的选项各被选一半。实验添加了一个各方面都逊于目标的诱饵，此时目标选项的偏好比例飙升至 70%， 竞争选项的比例则骤降至 15%， 诱饵本身也占据了 15% 的份额。上下文信息显著改变了大脑的价值判断。诱饵效应是行为经济学中经典的认知偏差。传统模型只依赖金额与概率两个显性属性，但真实决策充满捷径与偏好等复杂因素。面对复杂图像或真实商品时，模型彻底失效，因为人们无法手动定义所有潜在规则。微小上下文变化就会导致模型预测偏离，这揭示了传统二维属性空间的根本局限，它无法捕捉大脑内部的高维认知地图，因此需要直接读取神经表征来突破瓶颈。传统方法依赖手动定义不可捉摸的潜在规则，真实决策充满难以描述的认知捷径和复杂偏好，直接读取大脑对选项的内部表征才是关键。外部刺激如彩票金额会被大脑自动转化，大脑已经自动完成了所有的复杂计算，神经表征包含了隐藏的完整决策信息。这种方法跳出了传统显性属性分析瓶颈，为预测人类非理性决策行为提供全新路径。表征相似性分析由4个核心步骤构成。首先，使用 fMRI 扫描记录观察选项的脑活动，接着通过一般线性模型提取多体素激活模式，然后计算选项在神经空间中的欧几里得距离，这反映了不同刺激在大脑中的表征相似程度。最后将所有距离整理成表征相异性矩阵，即 RDM。RDM 展示了大脑眼中各选项的真实相对位置。该技术将神经活动转化为可量化的几何图谱，显性属性空间只有2个维度，即金额和概率。它信息维度低，无法解释诱饵效应等偏见。神经潜在属性空间却包含感知相似度、主观价值等，还有认知捷径与上下文交互，维度极高。这些隐藏维度才是决策的真正动机。传统模型只盯着表面数字，丢失了大量信息。神经表征能捕获大脑内部的高维几何结构，这就是神经模型能超越经典经济学模型的原因。研究采用双样本独立验证的实验架构，行为学样本包含135人完成2项任务，功能磁共振样本共70人，分为主样本与复制样本。功能磁共振参与者仅评估单个独立选项，不直接选择。研究者利用功能磁共振神经数据预测行为学结果。这种分离避免了训练与测试样本的混淆，它确保预测模型具有跨样本的泛化能力。该设计是研究结论可靠性的关键基础。研究采用3特斯拉高分辨率磁共振扫描仪采集数据，全脑皮层灰质节点数量超过9万个，这保证了神经信号的空间精度与覆盖广度。刺激材料包含31种独立彩票选项，如此设计能捕捉多样化的决策模式。为了验证结果的统计稳健性，团队进行了1万次随机脑区置换测试，这些硬性参数为后续发现奠定坚实基础。首先，大脑各区域对数字的重视程度截然不同。价值相关脑区几乎不关注金额、概率等表面数值，这些区域对绝对数值的表征程度极低，而初级视觉皮层则高度关注数字的字面意义。它呈现出类似认知地图的语义编码特性，这表明视觉系统忠实记录显性属性信息，而价值系统则主动忽略表面数字的干扰。这种区域分工揭示了价值计算为何依赖高维空间。腹内侧前额叶与内嗅皮层是公认的价值计算核心，但实验数据显示，它们与金额概率相关性极低。为何价值核心脑区不处理表面的数字呢？它们不依赖金额与概率，那究竟依赖什么？这个问题指向更复杂的隐藏潜在维度。实验证据表明，他们处理的是抽象价值空间，这种高维表征才是决策的真正基础。因此，
这个悖论正是探寻新机制的起点。有效维度衡量脑区处理独立信息维度的能力，其计算公式为所有特征值之和的平方除以平方和。这里的特征值来自脑区激活模式的斜方差矩阵。右侧散点图显示特征值随编号迅速衰减，这意味着大部分信息集中在少数几个维度上。有效维度值越小，说明表征越单一。反之，高有效维度对应复杂的多维表征空间。这一指标为破解大脑计算之谜提供了新工具。价值计算脑区需要极高维度的空间。象限图显示 EC 和 VSTR 有效维度极高，统计检验的 p 值小于10的负6次方。相比之下，视觉区域 V1 和 MT 维度极低，它们专注处理单一视觉与数字感知。高维度脑区在复杂空间中评估价值，这种高维度是其计算能力的核心特征，也解释了为何它们不依赖表面数字。这张散点图展示了属性表征水平与有效维度的关系，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，相关系数为负 0.3045。统计检验的 p 值小于10的负8次方，结果非常可靠。这意味着有效维度越高的脑区对显性属性的依赖越低。大脑将复杂决策分布在无数隐藏的潜在维度中，处理的信息越高级，就越不看重表面的数字。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价值脑区能整合多维信息，它也为理解神经编码的抽象性提供了关键证据。初级视觉 V1 有效维度很低且显性度高，它的核心任务是忠实编码显性视觉特征。ACC 与 PCC 有效维度低且显性表征度低，它们专注于处理少数隐藏关键潜在属性。EC 与复测纹状体 VSTR 则完全相反，它们具有极高有效维度且显性度极低，其核心功能是构建复杂抽象价值空间。三种策略展示大脑从感知到价值的分层架构。研究人员用 fMRI 群体平均表征相异性矩阵作为输入，他们采用 Lasso 回归模型配合刘一法交叉验证，输出同样为群体平均表征相异性矩阵。该方法成功预测了行为学样本的决策偏移量。证据来自独立双样本验证的完整流程。Lasso 自动筛选出最具预测力的神经维度。刘一法交叉验证确保了结果不依赖特定样本，这证明神经几何可直接解码群体偏见。柱状图比较了3类模型的预测误差，显性属性模型误差最高，意愿支付模型处于中间水平，神经表征模型误差最低。它不需要预设任何规则，却实现了更低的预测误差。这表明大脑直接编码了综合信息。神经几何比人工属性更接近真实决策。神经模型为何能超越传统经济模型？其优势在于它能一次性捕获3类关键信息。第一类是感知相似度，即选项的视觉与语义加工；第二类是价值评估，涉及大脑的主观价值计算；第三类是上下文交互，包括诱饵等情境因素。传统模型必须人工定义每一个变量，而神经模型直接读取大脑打包的综合表征，它自动包含了人类无法言说的潜在偏好。冰山模型将决策信息分为显性与潜在层次。水面之上是可观测的显性属性，如金额与概率。传统经济学的分析仅停在这一浅显表层，水面之下蕴藏庞大复杂的潜在属性网络，它涵盖复杂的效用计算与数字认知捷径，还包括视觉显著性等多种隐藏认知因素。这些潜在属性难以被完全精确公式化表达，但它们是驱动诱饵效应的真正核心引擎。视觉神经科学引入认知地图与高维语义表征，行为经济学则研究多属性决策与非理性偏见。二者在统一决策框架中实现了跨学科碰撞。该框架证明，大脑采用通用高维神经相似性法则。这一法则以高维空间处理所有类型的选择，无论简单彩票或复杂商品，都遵循相同逻辑。因此，偏见预测可跨越不同类型刺激范围。这一跨学科整合为理解选择提供全景视角。经典的诱饵效应在面对复杂商品时常会失效，根本原因在于研究人员无法准确定义属性维度。神经表征框架完美地解决了这个核心痛点。无论面对彩票还是汽车，大脑都会自动处理。大脑自动将其降维或升维为神经信号。该技术为分析自然主义刺激铺平了宽阔道路。高复杂度真实世界场景也能被准确有效预测，这是将实验室发现推向实际应用的关键一步。
3个核心发现总结了大脑决策的关键机制。第一，仅凭神经相似度可预测群体决策，其预测准确度超越了经典显性属性模型。第二，价值计算脑区拥有极高的有效维度，这些脑区几乎不依赖表面的数字大小。第三，诱饵效应依赖内部隐藏多维空间，潜在属性才是驱动认知偏见的真正引擎。这些发现为理解决策偏见提供了新视角。这项研究证明，只需观察大脑表征的几何形状就能预判人类选择。研究者无需知道大脑用了哪些具体规则，这是对传统经济学模型的一次根本性超越。高维 fMRI 神经表征成功预测了诱饵效应下的决策偏差，该框架不依赖人工定义的显性属性，它直接读取神经空间中的相似性结构。当前实验基于彩票刺激，但方法可推广至真实世界复杂商品，例如汽车、房产或美食图像等自然刺激。特拉维夫大学的成果为决策科学开辟了全新路径。